前阵子 CNN 报道，台湾的交通如同行人地狱，不利于观光发展，包含像是日本啊、美国、瑞士在内，许多的国家旅游指南也都警告自己的国民，来台湾旅游要特别的小心，就连走在斑马路上都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究竟台湾的马路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对于行人来说这么的恐怖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行人地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在台湾，每年平均有3000人会因为交通事故而身亡，这样子的死亡率呢，不只是韩国的2倍，更是日本的6倍左右。而把时间轴摊开最近的10年，日本、韩国都在持续的下修交通事故死亡人数。反观台湾，这10年内的伤亡数据不仅没有显著的改善，死亡人数甚至还一度回升。而其中行人的状况也很凄惨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每年有大约1.5万个行人在马路上面死亡或受伤，平均每一天都有40个行人发生交通事故。而今天的主题呢，是我们的频道会员许愿池所选出来的题目。我们会聊聊在台湾当行人究竟是有多辛苦，为什么人行空间这么的不友善，改善的困难点又在哪里呢？按照惯例，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想经营自媒体却不知道如何开始又如何变现吗？那你千万别错过报名人数破万的艾丽莎莎自媒体销售学。这门线上课程由百万 YouTuber 艾丽莎莎亲身教授，标榜不藏私分享自媒体经营秘诀，更独家公开艾丽莎莎的网红合作谈价黄金公式。而且课程的内容丰富从角色定位、下标选题进 IG 的流量经营心法，到团购、业配、电商品牌的销售实战法则都涵盖在内。不管你是素人、网红、店家品牌或接案者，都有机会从课程当中得到不同的灵感，开启专属自己的网路收入。课程现在优惠当中，输入折扣码志祺77350，还可以再折350元。有兴趣的话呢，赶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，看看更多的相关资讯吧。在台湾当行人到底有多辛苦？根据营建署公布的数据台湾市区道路的人行道普及率大约是44%，也就是说，台湾有1半以上的街区是没有人行道的。在这些地方，不管你是推婴儿车还是轮椅族，都会被迫走到大马路上跟汽机车抢道。而就算有人行道，状况也很多。大家都知道，台湾的人行道是出了名的障碍赛，走一走呢被变电的箱给挡住，走一走呢被电线杆给挡住，再走一走你还会被违停的这个汽机车霸占人行道的违建挡住。而有些人行道设计本身也很奇怪，可能会直接引导你去撞汽机车之类的。另外，要过马路的时候呢，行人的处境更是险象环生。现行法律规定车辆只要距离行人3公尺之内就要停下来，礼让行人先过马路。但相信大家也知道，真正有遵守的驾驶屈指可数。再加上一些设计不良的路口呢，增加了车辆与行人相撞的几率。不管行人再怎么守法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许多人指出，台湾之所以对行人这么的不友善，主要就是缺乏人行空间规划，而这件事情其实跟历史发展有些关系。2战之后，台湾的交通学者大多留学美国学习道路设计的方法，而美国是十分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，因此在道路的设计上面呢，也以服务汽车为第一优先，也就是所谓的车本交通。而这样子的规划方式呢，是以车辆效率最大化为原则，先把空间分配给汽车，如果有剩余的空间，才会再规划给行人或者是其他的载具。而如果一个路段发生拥挤，优先考虑的也是拓宽车道，让道路可以容纳更多的车辆。但是台湾采用的车本交通却没有搭配完善的都市规划，导致车道不断的扩张，严重的压迫到自行车、行人的空间。而这也是为什么在台湾我们很常看到有的道路宽度10几公尺，但旁边几乎没有人行道。而这样的环境之下呢，行人往往只能够走上马路，与车争道，造成了不少的交通事故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9年政府才将人行道写进法规，划为市区道路的必要设施，但也已经为时已晚，大部分的道路都已经定型，难以更改。而长期下来，人行空间的不友善也让很多人更倾向开车、骑车出门，但这又导致了更多汽机车上路，继续的压迫人行空间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所以越来越多人要求台湾的道路必须要打掉重练，从车本交通走向人本交通，夺回行人该有的路权。所谓的人本交通是指道路规划的时候以服务行人为主，并搭配大众运输，发展整体的交通系统。相较于车本交通追求的效率，人本交通更重视安全，希望让行人跟各种车辆都可以有安全舒适的道路可以使用。而人本交通以保护行人为最高原则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交通工程就成为了很重要的一环。
首先可以透过缩减车道、拓宽人行道的方式，分配更多的道路空间给行人，让行人能够走得安心舒适。而在路口则可以透过退缩行穿线的方式，将原本的斑马线的位置远离路口。这样的话呢，车辆转弯的时候就可以保持正面的角度来面对行人，减少视觉死角带来的危险。又或者呢，在车道比较宽的路口新建行人庇护岛，除了让行人有停等空间，也能够防止驾驶太早转弯造成危险。而其他还有 Z 字形的穿越道、增加照明等等的设计。那因为篇幅有限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。在人本交通盛行的国家，像是荷兰、日本，以上很多设计呢都是标配。而在这些国家，针对人本的设计更是细腻哦，像是在很多的小巷子呢，会刻意将车道设计成这个曲折的形状，迫使汽车要减速，保障行人的安全。基本上，人本交通都是世界各国目前推行的方向。不过人本交通听起来这么好，为什么在台湾好像很少看到类似的设计呢？在国外，很多人本交通的观念都已经写进了道路设计的法规里面。而台湾其实早在10多年前，内政部就推出了《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规划设计手册》，提供实践人本交通指引，像是人行道的宽度要怎么设计，怎么样衔接骑楼的高低差，如何施作友善长辈的用路环境等等，在手册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建议。但是这些建议就真的只是建议而已，并没有法律上面的约束力。这主要是因为主管机关认为台湾的道路形态相较起来复杂很多，如果把人本交通设计强制写进法规，实际的执行上面反而会充满困难。现阶段手册还是以推广为主哦，只有在道路要翻新或者是重划标线的时候，才会要求工程单位尽量参考，没有办法强硬的落实。第二个让人本交通很难推行的原因，主要是道路的责任归属问题。讲到交通改革呢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交通部要负责，但实际道路管理的责任可能更复杂一点点。国道呢由交通部高工局来管理，省道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负责，而至于人口更密集的市区道路呢，则是由内政部营建署来管理。而比较特殊的区域，像是产业园区、观光区的道路呢，也都有各自的主管机关。还没有结束，如果再细分道路的设施，事情又更复杂了。举例来说，变电箱、电线杆属于台电管理，排水沟由水利局来管，分隔岛、实体人行道由公务局维护，但号志、速线呢又是由交通局负责等等。道路管理责任的破碎化，让台湾的道路设计缺乏整合过的规划，很容易闹出笑话。像之前呢，在台中大甲火车站周边出现了防撞杆前画这个斑马线的奇景，让行人不知道该怎么走。议员找来了交通局跟区公所来会勘哦，结果交通局表示标线已经画了，希望这个区公所呢可以更改人行道的设计，但区公所又说，不行哦，人行道还在保护期间，如果要改呢，还要花10-20万，双方互踢皮球，也让这件事情闹上了新闻。类似的状况常常发生哦，在缺乏横向沟通的状况之下，各个政府单位很难协作，也就导致各种交通工程常常窒碍难行。所以很多人呼吁台湾真的需要大刀阔斧，重新的整合道路管理权限，避免组织叠床架屋，未来才能够更有效率的推行人本交通。而另外一个交通改革的阻力来自于地方民众的反弹。人本交通推行的重点之一呢，是限缩车道的宽度，将马路的空间还给行人。不少的民众认为说车道变窄不就更容易塞车、更危险吗？因此反对相关的计划。那目前有研究的结果是，车道缩减虽然可能会降低一点点的行车速度，但因为汽机车减少混合争道的状况，车道反而更有秩序，有效的降低发生事故的几率。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，车道缩减之后，车祸塞车的状况其实也没有变得更加严重。不过对于很多民众而言，大家更在乎的可能还是行车的速度效率，也不认为车道缩减真的可以更安全。另外呢，很多的居民觉得设置人行道会妨碍出入，让他们没有地方停放汽机车，商家则认为呢会影响生意，害客人都不来了。像是之前嘉义市的某一条街呢，因为骑楼长期被占用，影响通行，因此地方政府新增了一条标线型人行道，希望给行人一条好走的路。结果当地的里长呢，马上跟店家上街抗议，表示人行道让他们没有办法停机车，生意也大受影响。而像这样子的争议呢，其实全台都有。对于不少的在地居民来说，家门口突然出现的人行道可能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，而大家在短期之内呢，又很难马上感觉到人本交通带来了什么好处，自然就会对这类型的工程采取比较反对的态度。而在沟通不足的情况之下，有不少人行道施作道路改善计划就因为居民的反对而放弃，让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。
其实过去几年，交通部营建署呢都有推动多项的计划，提供数十亿的资金补助各个县市政府改善人行空间。而在行人地狱这一波新闻出来之后呢，许多的地方政府也承诺会将人本交通列为新上任后的施政重点。但这些行动到底能够改善多少，可能还是要先打上一个问号。很多人担心政府能够提拨的经费还是有限，所以每年能够得到改善的路段啊、路口并不多。而因为经费限制政府很可能会优先挑选比较好改的道路进行改造，至少成本不会那么的高。而至于那些早就乱成一团、充满了违建路霸的道路，反而更容易被放弃治疗，让改善的范围非常的有限。而台湾要洗刷行人地狱的恶名，可能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在进入观点以前呢，我想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。而且今天的这支影片的主题呢，就是会员投票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会员，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的小额支持我们。好的，那话说回来，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呢，早在2010年就有新加坡媒体直言，台湾车不让人的问题严重，行人没有路权。当时也是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大家痛骂台湾交通太烂，丢脸丢到国外。政府也跳出来说会深刻检讨、改善设施，保障行人的权利。但12年过去了，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还是没有压下来多少，而人行环境的改善也很有限。这边只能够很遗憾的说，我们并没有太明显的进步。进步幅度这么不明显可能跟我们过去关注的重点有点关系。以往发生重大交通意外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主要会讨论是谁因注意而未注意，是谁要负比较多的肇事责任。但其实呢，也有些人注意到事故地点的道路设计是不是本来就不够好，造成了一些死角。而所谓的交通意外，会不会其实是工程手段就可以避免的结果呢？不过以往这部分的讨论比较难引起媒体的注意，不太有办法带起实质的改变。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过去关注人本交通、行人议题的民众真的还不够多，所以可以的话，希望大家趁这一波新闻还有一点热度，一起呼吁身边的人关心台湾道路的改善。越来越多人站出来采取实际的行动，就越有机会做出更积极的改变。而最后有很多的 YouTuber 粉专耕耘这个议题很久了，我们会把一些连结放在延伸阅读的地方。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元的观点，也可以去追踪他们，持续关注台湾的交通问题。那么今天想问大家是，身为行人的你，哪个乱象是你最希望优先解决的呢？人行道、骑楼长期被霸占的问题，希望政府可以硬起来好好的处理。B 驾驶人素质的问题到现在过马路时还是很多汽机车没有礼让行人。C 人行道数量不够，很多地方根本无路可走。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一起关注行人路权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违规停车以及违章建筑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